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学习按脉的紧张度分类的4种脉象。脉紧张度高的弦脉和紧脉和脉紧张度低的濡脉和缓脉。我们先来学习这一对脉象：弦脉和濡脉。首先来学习紧张度增高的脉象，弦脉。弦脉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脉象。弦脉的脉象特征是端直以长，濡按琴弦。弦脉的脉象特点是脉形端直而似长，脉势较强，脉道较硬，切脉时有挺然直下、直起直落的感觉，所以古人形容为从中直过，挺然于直下。如何理解挺然于直下呢？正常柔和的脉象，当脉象搏动的时候，手指下能感受到脉搏，当脉搏没有跳的时候，正常是感受不到脉管的形状的。但是弦脉脉道较硬，失去了柔和的特征，当脉象搏动时，手指下能感受到脉搏，而当脉搏没有跳的时候，手指下就能清晰地感受到脉管的形状，这就叫挺然于直下，这就是弦脉的特征。弦脉的弦硬程度随病情的轻重而不同，轻则濡按琴弦，重则濡按弓弦，甚至濡按刀刃。无论是琴弦、弓弦还是刀刃，都说明脉管的紧张度增高，脉管硬化。弦脉在临床意义上主要见于肝胆病、疼痛或痰饮等病症。弦脉又称为肝脉，因为肝主筋，脉道的柔软、弦硬的程度与筋的迟缓和强劲之性相同。中医认为，肝体阴而用阳，所以肝阴易不足，肝气肝阳容易亢盛。就像树木，水少也就是阴虚，而太阳大就属于阳亢，树枝就会干枯，失去弹性。因此，只要肝有病变，无论是寒热之邪、痰饮类停、情志郁结、疼痛等等，都可以使肝湿疏泄，气机瘀滞，气血敛肃不生，脉管失去柔和之性，弹性降低，紧张度增高，就会表现出弦硬的特征，并且随着邪气的性质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弦脉。比如感受寒邪会表现为弦紧脉，感受热邪会表现为弦硕脉，感受痰饮之邪会表现为弦滑脉。因此弦脉在病变的意义上面主要是与肝病有关，所以我们又称为弦脉为肝脉。古人说10脉9弦，说明弦脉在临床上是最常见的一种脉象。这是因为不仅肝病可以见到弦脉，在正常人中也可以见到弦脉。比如弦脉是春季平脉，这是因为初春阳气主伏，而天气还比较寒冷，脉管稍带敛肃，所以脉像琴弦一样那样端直，挺然于直下。另外，健康人中年以后脉多偏弦，而老年人的脉象多弦硬，为精血衰减，脉道失去濡润而弹性降低的真相。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脉象失去柔和之性而变弦，是属于生理性退化的表现。因此，如果老年人的脉象中只是以端直以长、濡按琴弦的表现为主，并没有见到其他的如紧、滑、硕、细、沉、缓、尺、涩等等其他的脉象特征，这种弦脉通常认为是趋向于健康者，这种弦脉的脉象病变意义不大。下面我们来学习与弦脉紧张相反的另外一个脉象濡脉。濡脉又称为软脉，濡脉的脉象特征是浮而细软，硬之少力，如蓄浮水，轻按相得，重按不显。
如脉的脉象特点是脉位偏浮，脉形偏细，脉势偏软。脉管的搏动部位在浅层，轻取即得，重按就不见了，就像棉花浮在水面上，所以形容为如絮浮水。如脉在临床上多见于虚症或湿困脾胃的病变。如脉主虚症，多见于阳气亏虚、精血不足之人。脉管因为气虚而不粘，无力推动血脉运行，形成松弛软弱之势。精血亏虚，不能容养脉管，脉管不充，则脉形细小而硬质乏力。另外，湿困脾胃，阻遏阳气，脉气不振，也可以见到如絮浮水的如脉的特征。所以如脉在临床上多见于各种虚症，尤其是与阳气亏虚和精血不足有关。另外，湿困脾胃也可以见到如脉。下面我们来学习另外一对按照脉的紧张度分类的脉象：紧脉和缓脉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紧脉。紧脉的脉象特征是脉形紧急，如牵绳转锁或按之左右弹指。紧脉的脉象特点是脉势紧张有力，肩膊弹指。脉管的紧张度和力度都比弦脉要高，其指感比弦脉更加绷紧有力，且有旋转搅动或左右弹指的感觉。但是脉体较弦脉相对柔软。紧脉和弦脉都是脉象紧张度增高，紧脉如牵绳转锁，弦脉如按琴弦。紧脉和弦脉该如何鉴别呢？李时珍在《滨湖脉学》里有这么一句话：紧言其力，弦言象。这句话说明，紧脉的力量非常强盛，弹指有力，如牵绳转锁，重点在力道很强；而弦脉挺然于指下，从中直过，指下的形象就像一条管子，端直以长，非常明显。从中直过表明脉管搏动的力道并不是很强。紧脉讲的是脉体较小，但脉力却很大；弦脉讲的是脉形非常明显，而脉力并不一定很大。紧脉重点讲力量，弦脉重点讲的是形象，所以紧言其力，弦言象之说。紧脉的脉形绷急主要见于实寒症、疼痛或饮食积滞。这是因为寒为阴邪，主收引灵志，因此寒邪侵袭机体，脉管收缩，紧肃而拘急，因此脉来绷急而搏直，状如牵绳，所以紧脉主实寒症。如果寒邪侵表，阳气被困而不得宣通，气血凝滞而不通，不通则痛，所以寒邪引起的疼痛也可以见到紧脉。另外，素食给予中焦，气血失和，脉管受阻，也可以见到紧脉的特征。紧脉主实寒症，紧脉的总特点是形小而势盛。寒邪凝滞，脉管收缩，所以形小。由于它里面的气血非常旺盛，所以冲起来非常有劲，左右弹指，所以势盛。形小势盛的紧脉说明寒邪包围着，气血旺盛，这就是实寒症。如果形小势不强，就变成了细脉；如果形大而势强，就变成了红脉。以上是紧脉的脉象特征和脉象意义。下面我们来学习另外一个紧张度降低的脉象——缓脉。缓脉的脉象特征是一息四至，来去带缓无力。带缓无力的缓脉通常见于脾虚、气血不足或湿邪困脾的病变，这是因为脾胃虚弱，气血不足则脉管不充，无力鼓动，因此见带缓无力的缓脉。另外，湿邪连滞，易困脾阳，阻遏脉管，气机被困，所以也可以见到带缓无力的缓脉。缓脉见于脾虚或湿邪困脾的病变，因此缓脉也可以称为脾病的脉象。这里需要强调一下是，
如果脉来和缓，一息四至，应指均匀，是为胃气充盛的表现，我们又称为平缓和和缓，通常见于正常人。以上4种脉象是按照脉的紧张度分类的脉象，其中弦脉和紧脉是紧张度增高的脉象，其中弦脉为肝脉，紧脉为湿寒症的主脉。濡脉和缓脉是紧张度降低的软弱的脉象，这2种脉象都与虚症有关，与湿困脾胃有关，所以这2种脉我们都可以称为脾病的脉象。本节课就上到这里。